雪哥，下周服装展的资料发给你了，你准备一下加个班。同名同姓不同命，人家25岁是传奇，我25岁都快过劳死了。唉。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！追！追！糟了，他不知道我是他的上级，他手里的任务绝不能落在东院人的手里。凭什么当家胡乱抓人？哼，有什么话到特工总部监狱里跟我们沈处长还有几十种酷刑说去吧。一大清早这么吵，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啊？这不是顾大小姐吗？我沈如章抓人，分几点吗？你奇装异服还大呼小叫，玩 cosplay 是吧？信不信我拿手机录下来曝光你们啊？我手机呢？我这是穿越了！不许动！顾雪歌，一个裁缝，也敢跟我沈如章大呼小叫，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在上海混呢？阿 Sa， 长官，我就是个路过的吃瓜群众，我是叫顾雪歌，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顾雪歌呀！证明，懂不懂？带走，走！放开我！说，给我说，说！完了 ，BBQ 了！别人穿越都是开挂爽为女主，怎么到我这儿就是天崩开局地狱模式啊？他手中的任务至关重要，此事一定不能让东院人知道。万一保不住他，该如何让他把任务传递给我？你没事吧？顾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我是革命组织的人，我可能出不去了。你是名人，他们会放你走的。你离开以后，一定要帮我完成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说啥呢？名单，名单在李先生家，你拿到它，去张小生的生日现场，交给接头人。张笑生，他不是情报大佬？那李先生是谁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一定要帮我完成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不是我。再说什么悄悄话，不妨让我也听听。你谁啊？穿个风衣了不起啊 ？cosplay 上海滩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给我过来！鄙人沈如章，特工总部机要处处长。顾小姐，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汉奸头子啊！举报，必须举报！处长，他一定是革命组织。不行，得想办法保住他。您把他交给我，我一定把实话给您问出来。顾小姐，我提醒你一下，这里呢是监狱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只要你跟我做个交易，我就放你出去。什么交易？很简单，
只要你陪我出去聊一聊，我就放你走。聊一聊，是我想的那个聊一聊吗？这死变态果然馋我身子。你做梦！我警告你啊，5年之后，东洋人家滚出中国，你们这群汉奸一个都没好下场。管你什么小姐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不知道特工总部谁说了算？当然是我们大东洋说了算。当然是我们大东洋说了算。李先生得到最新消息，这个男人就是革命组织，无论如何要撬开他的嘴。天哪，他要是牺牲了，我就是唯一知道任务的人。只要你把你知道的说出来，钱、权、官职都可以给你。你们东洋人的官和钱，我都不要。那就看你的骨头和刑具哪个硬，带走。是，慢着，我不能让你落在他们手里受折磨。你这个人我已经审过了，顾问，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？厮杀重要囚犯，你是何居心？好啊，那你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李先生。今天我就要好好审问顾小姐，把她带走。是，走。眼下只有我亲自审讯，才能避免他受刑。顾小姐，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大哥，大佬，沈大处长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不知道？和平、友善。顾小姐，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，我保证你能全心全意的走出去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穿越过来的，来自2025年，纯牛马，你信我？装疯卖傻，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，3岁小孩都不信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非法囚禁！赵元瑟是不是？你在我们那里，这叫职场性骚扰！你这是要被110抓起来的！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，我保证你能出去。快说呀！你现在是唯一知道任务的人，悄悄告诉我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怎么办？我不能把革命组织先辈出卖给狗汉奸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了我吧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全上海最好的采访，要在这里被扒光衣服传出去，还怎么解人？我真的不是顾小姐，我只是一个服装集团的员工，我就是因为这件旗袍，我才穿越过来的。那我可就要好好看看这件旗袍了。住手！住手！沈如正，你审问犯人居然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你是个卑鄙小人？这不是三公子吗？怎么有胆子来我的地盘逛？哼，谁愿意来你们这种地方？我是为了顾小姐，今天我必须把她带走。很好，顾小姐有机会出去了。顾小姐绝对不能走，我们怀疑她是革命组织。看来还有些障碍。放他走？凭什么？就凭你爹是东市大佬张小生吗？就凭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哼，顾小姐，你的救兵来头不小啊。原来他是张孝生的儿子，张孝生可是东市大人物，说不定我有救了。赶快放人，否则要你好看！三公子，
这里呢是监狱，不是你的张公馆。就算你不看张家的脸面，那顾小姐明天要参加你上司李先生举办的万国服装设计大赛，顾小姐可是要帮上海夺冠的，你不放人，后果你如何承担？三公子，顾小姐绝对不能走。原来如此，李先生就是特工组织的负责人，是比沈如章还大的汉奸，情报居然藏在他的家里。三公子还不走？是想看我们怎么审犯人吗？我的初吻，沈如章这个王八蛋！沈如章是个混蛋。很好，袭击特工组织处长，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慢！沈处长，三公子的父亲是张啸生，全东市都说得上话，不要把事情搞大。我只听命于李先生，是他告诉我的，我在这里就是王法。你们李先生也听命于大倭国，我命令你，不许把事情闹大。好啊，把他们押进牢里。你把三公子卷进来，才能让李先生和张啸生亲自过问，这样才能让薛哥出去。沈如章，侬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呀！私自枪毙犯人，还抓了张三公子，侬连李先生的面子都不顾了吗？私自枪毙犯人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审讯价值。张三公子私闯监狱，扣押他，是维护特工组织的秩序，我问心无愧。王秘书可以如实转告李先生方可。他父亲在东市话语权有多大？就离李先生背后的大东洋，还要礼让他们些许，侬晓得啊？这样吧，三公子也没犯什么错，顾小姐不过是个裁缝，你们闹闹就行了。可是顾小姐绝对不能放，她极有可能是革命组织的同伙。山本顾问，你刚才质疑我，现在又质疑王秘书，怎么？你是要破坏特工组织的团结吗？够了！立刻释放三公子。顾小姐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设计师，明朝要参加万国服装比赛，没有确凿证据，二爷都放了吧。沈如章，下不为例。是。沈如章，咱们走着瞧。若有得罪，三公子，请吧。告诉你们沈处长，我和他之间没完。站住！你又要干什么？别以为你离开这儿了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哼，沈处长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哼！死变态臭汉奸！等我回去就把你的破事全扒出来放网上，曝光你！不负一番苦心，他终于出去了。此时恐怕山本已经起了疑心，我该如何让他相信我呢？革命先辈就这样牺牲在我面前，这任务我必须完成。我顾雪歌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来自未来的降维打击！哼！李先生的家，张啸生的宴会，我一定会拿到名单，完成任务。没想到这原身的技术还真不赖，肌肉记忆还在线。哼，接下来就是姐的表演时间了。欢迎来到第一届东市国际服装大赛，第一名将获得奖杯，并受邀参加张先生的私宴。那么，谁会是今天的优胜者呢？这场比赛我必须赢，这样我才能接近张啸生和李先生。
哎呦，我当顾大小姐准备了什么惊世之作呢？原来就是块破白布啊！怎么，是知道自己赢不了，准备披麻戴孝？水仙不开花，你装什么蒜？高级的审美是讲究留白和风骨。你不懂，我不怪你。能让三公子为你闯特工组织，果然不简单。我当是什么天才设计师，原来是狐狸精转世，真会勾人。就是的呀，没有三公子撑腰，他算什么啦？我顾雪歌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倒是你们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我这可是金丝盘扣，进口棉绸，比你那块破布高级1万倍。面料不错，可惜了。剪裁只会模仿老样式，毫无创新，死板。你有本事把你的拿出来看看。孔雀开屏，自作多情。我的设计岂是你想看就看得了的？我偏要看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看呀！咱们顾大小姐就拿块清水煮白菜来参赛。我要是你啊，我现在就找个地方钻进去。要是让外国友人看见了，还以为阿拉东市没人了嘞。有眼不识金镶玉，跟你们多说也是对牛弹琴，白费劲。乖母，我今天就替你爸妈来教训你。徐小姐，这里是国际大赛，不是你的戏园子。沈处长，你怎么到后台来了？路过，听见吵嚷，就过来看看。怎么，徐小姐要替我特工组织维持秩序？是他出言不逊，还辱骂我。我这样，可我怎么听到是有人恶人先告状，恶意诋毁参赛选手，抢夺参赛作品？你怎么这么维护他？难道外面的传言是真的？你也被这种状况一辈子？这一巴掌是教你管好自己的嘴，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诋毁我和顾小姐亲密，败坏大赛风气，我不建议请你到特工组织喝杯茶，好好教你规矩。都散了，比赛靠的是实力，不是撒泼打滚。比赛继续。他这是在帮我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沈处长，你怎么这么维护他？要说你们俩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，谁信啊？看来刚才那一巴掌没让你学会谨言慎行。我维持的是大赛秩序，至于我和顾小姐，就算真有什么，那也是我的私事，与你何干？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顾雪歌做事光明磊落，跟任何人都没有见不得光的关系，更何况是跟你这种人。徐小姐虽然说蠢，但她说的话倒是对的。就凭这块遮羞布，的确没有参赛的必要。不过有三公子给你撑腰，走后门也是轻而易举的。你除了会耍弄权术，甘当东洋人的走狗，你还懂什么？在你眼里，杀一个人比看懂一件衣服都容易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就可以让你永远走不出特工组织的大门。沈处长，做得说不得。好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也不要怪我不知道怜香惜玉了。顾小姐，稍冷静一下，都给我滚开！沈如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怕了？刚才不是振振有词吗？怕你？我说了就是说了，我只是觉得你真是令人恶心。顾小姐难道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从特工总部监狱捞出来的？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？恩人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
你不过就是东洋人养的一条。说呀，继续说下去。顾玄哥，你要是再管不住自己这张嘴，我保证，下次就不止你一个人进去了。不好了，三公子，顾小姐被沈处长强行带进后台房间了。什么？这沈如真想干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哎呦，沈处长把他拉到房间里去，该不会是因爱生恨了吧？拉嘎不向前听呢，沈处长什么身份？看得上他那种货色？哼，他肯定是哪里得罪沈处长。沈如真，开门！你把雪哥怎么样了？你的护花使者倒是来得挺及时。三公子，打扰别人的好事儿，可不是君子所为呀。沈如真，放开顾小姐，你个畜生！在东市，我沈如章想做什么，没人拦得住。这里不是你的特工总部，容不得你为所欲为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沈如章，我警告你，若再敢对顾小姐不敬，张家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我也警告顾小姐，要是再管不住自己的嘴，那我特工总部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沈处长，你今天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山本顾问，我就只是帮你教训一下别人，他口出狂言辱骂东阳，我大惩小戒，何错之有？哦，如何辱骂东阳？他说沈处长是东阳的走狗。他说的没错，沈处长，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。但是顾小姐，我非常不喜欢你的态度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参加比赛。我在自己的国家参加东市举办的比赛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东洋人在这里指手画脚？今天这个比赛，我参加定了。你就好好拿着你这件衣服，让大家好好看看。哎，完了，彻底完了呀！哎呦，这不是我们眼高于顶的顾大小姐吗？怎么现在知道哭啦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她除了会干些勾引男人的事，还会干什么呀？难道真的要输了吗？认输？你连认输的资格都没有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就是我们东市的天才设计师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徐小姐，你好像很骄傲。沈处长，你怎么还帮他讲话呀？这种水性杨花的货色！货色？那像你这种只会狂犬吠叫的东西，又是什么高级货？山本顾问说了，你不过就是他养的一条狗。沈如长，我的礼服！真正丢人现眼的是你，滚！顾学哥，路给你清干净了，能不能闯过去看你自己？山本顾问，你可知道，在顶级的设计师眼里，没有废材，只有等待点花的素材。哼，还得感谢你这个神来之笔，给了我一个不破不立，可以颠覆所有人想象的机会。哼！我宣布，东市国际服装大赛展示环节现在开始。首先，欢迎第一位来自江苏的吴小姐。第二位来自浙江的苏小姐。
接着第3位，来自湘西的李小姐。接下来，隆重欢迎来自东市的徐小姐。哎呀，还这挺好。个还可以。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展示。根据名单，似乎还有一位顾小姐未到。顾小姐托我带句话，她自觉技不如人，作品也出了点意外，实在是无法登台，自愿退赛了。慢着，谁说比赛结束了？顾小姐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就是啊，他不是退赛，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主持人，我是登记在册的最后一位选手，您现在就宣布结果，是不是太心急了？他作弊，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参赛作品。他那块廉价的白布，在后台早就被山本顾问给不小心划烂了。这件衣服，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被偷梁换柱来的。徐小姐说的对，但不全对。我的作品确实在后台意外损毁，但是就在刚刚的10几分钟内，正是我顾雪哥在后台工作间亲手又改制好了。10几分钟改制，做得出来啊！农村阿拉都是3岁小孩啊，这说不定就是你早就准备好的替代品，或者就是能偷的。对，就是偷的。现场这么多设计师，这么多华服，你肯定是趁乱偷的。顾雪哥，你真是恬不知耻。偷？敢问在座的所有设计师，谁敢认领我身上这件衣服？若有，我顾雪哥当众磕头赔罪，滚出东市；若无，诸位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红口白牙，污人清白。他这剪裁、这设计确实独树一帜，不像是任何人的旧作。就算不是偷的，也是作弊。你肯定是提前知道题目，准备好类似的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你怎么证明这就是你临时做的？对呀，证明给他看，证明不了那就是假的。好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徐小姐和各位想要眼见为实，那我就在现场亲手再制作一件。顾雪哥，你这是吹牛不打草稿。你这衣服的剪裁设计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有多复杂。你当我们是瞎子吗？10几分钟，做梦去吧！没错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劝你赶紧滚下去，这里可是国际服装大赛，汇聚各国精英。你如果做不出来，丢的可不止你顾雪哥的脸，还有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。你担当得起吗？滚下去！滚下去！下去！顾小姐，众怒难犯，要不你先下台冷静一下。这样的作品没个把月确实。所以你也认为我在打肿脸充胖子？我不是不信你，可是这实在不按常理啊！您就不要自讨苦吃了。哎呦，原来沈处长就是好这一口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骗子。徐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他？我只不过和大家一样，等着看笑话罢了。哼，顾雪哥，你必须成功。主持人，帮我准备工具和布料。既然大家想要证据，那我就给大家再证明一下这场笑话，我顾雪哥演定了。好了，顾小姐，闹剧结束了，比赛也结束了。按照比赛规则，带上你的作品下台。张先生，我只问一句，单论我身上的这件作品，可否堪称为今晚最佳？这件作品确实与众不同，按照正常程序，夺冠应该没啥问题。只是你行为不端，
即使明珠也蒙尘。我刚刚说过了，张先生，这件作品是我在后台赶制而成。张先生这是在装聋作哑吗？放肆！来人，那把我归我去！慢着，我只求给我一次机会，如果现场做不出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便。张先生，不可！大赛有大赛的规矩，岂容他儿戏？就是，他如果做不出来，丢的可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。顾雪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己下去算你退赛。要再执迷不悟，不要管我心狠手辣。张先生，我站在这里，是代表整个东市手艺人的骨气。捍卫骨气，你还是去特工组织去捍卫吧。好，如果在现场我做不出更好的，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走进特工总部的大门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没见过啥人吹牛逼吹了搿份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遗症，赶了我上次让搞事就凭我的手艺，就他事情最多。哼，张先生，各位评委，如果因为你们的偏见而错过真正代表东市，甚至能引领未来潮流的设计，这才会让外国人看笑话。好，有胆色，像我当年一样，我就再给你这个机会。如果你做不出来的话，就滚出东市。好，那如果我做出来了呢？随你开价。我要今晚的冠军，实至名归。一言为定。顾小姐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哼，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来自未来的降维打击了。看，衣服的轮廓直接出来了。这是啥手法？从未见过。他做到了，比我期待的更加出色。哼。顾小姐，这叫立体剪裁，它不再局限于平面的图画，而是在3维人台上可以直接创作，能够让衣服像第二皮肤一样贴合人体，也更高效。这也是未来的潮流。未来？你凭什么断定未来？就凭我的手艺，我断言，不过3个月，全东市的时髦小姐都会渴望有一件立体剪裁的旗袍和洋装。席小姐，到时候你身上可能都会模仿我的手技哦。好，精彩绝伦。顾小姐不但手艺通天，更有开宗立派之气象，为我东市争光，为我中吴争光。下面我宣布，本届服装大赛的冠军得主是顾雪歌、顾小姐。顾雪歌、顾小姐。恭喜顾小姐，顾小姐，实至名归呀，顾小姐。好厉害啊！顾小姐，恭喜！谢谢张先生。顾小姐今朝可是令我等大开眼界，这等手艺堪称鬼斧神工啊！张先生过奖了，还得感谢张先生给的舞台。我里吧是我的私人宴会，恭请顾小姐的光临。我一定到。张先生的私人宴会肯定聚集了东市顶尖人物，若是有机会，如果能为李先生那样的贵客奉上我的作品，给我的小店也是莫大的帮助。若是张先生得空，还希望多帮我美言2句。必须借这个机会，让张笑声成为我接近李先生的跳板。顾小姐志向可不小哦，要是有机会，我肯定会提一提。计划通了，只要得到引荐，就能光明正大进入李府。
沈如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？山本的、李先生的，还有更多根本不知道的。那是我的事。你的事？那你又知不知道，山本那条毒蛇已经咬死你了？张先生邀请你，真的就只是欣赏你的才华吗？我跟着你，是不想在明天的黄浦江啊捞到你的尸体？猫哭耗子，假慈悲。我身边最大的危险，不就是沈大处长吗？我要真想对你做什么，那当初在特工总部监狱的时候，我有无数种办法可以让你消失得无声无息。哼，那你想怎么样？张家的宴会，你不准去。张家的宴会，你不准去。沈大处长，这是以什么身份命令我？是特工总部的处长，还是……你说呢？哼，凭什么？那是我的自由。那里就是个龙潭虎穴，张先生，远比你想的更加深沉狡猾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有的时候我还真想敲开你脑子看看，到底装了多少离经叛道的东西。沈大处长，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那我这只癞蛤蟆，还偏偏见不得你这只天鹅往火堆里扑。听我的，别去。哼，沈如章，张家我是去定了，你别再跟着我了。沈如章，你到底是我的结束，还是我的变数？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张家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闯定了。那份名单我必须要拿到，革命先辈的险绝不能败溜。看报看报！万国服装大赛爆冷，顾雪歌小姐力压群峰夺魁，力体剪裁惊艳全场。该不会就是顾小姐吧？设计的衣服好别致啊！是啊是啊，欢迎光临，可以进来随便挑一挑，选一选，有喜欢的款式可以亲自为你们调整。恭喜顾小姐大赛一鸣惊人，我是张公馆的管家。下个月我们家老太太80岁寿辰，受张先生的授意，想邀请顾小姐为张老太太制作一套礼服。张老夫人的寿宴，这不正是获得张家信任、寻找传递名单机会的最佳时机吗？多谢老夫人的抬爱，雪哥必定竭尽全力。太好了，顾小姐，赴宴前还请上府上量体裁衣，谢谢。慢走。弄这些不男不女的东西，简直是伤风败俗。徐小姐一大早的不在自己的店里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因为上次夺冠之后，徐小姐的店里连一个客人都没有了吗？姐妹们，看清楚，这分明是码头工人穿的男装。我们是东市有头有脸的名门淑女，穿这种衣服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子呀，这服装穿出去，怕不是要被人笑死？是的呀，这也能叫衣服啊？女士的衣服向来是旗袍显身段，洋装显气质。你看看你这些不伦不类的破烂，哼！顾雪哥，我劝你趁早关门大吉。就是呀，对呀，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呢。请问是谁规定女装必须得是裙子？只要能穿出个性，穿出自信，就是最美的衣服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难看就是难看，姐妹们，各地后坤啊！衣服是穿在身上的，是服务于人的。诸位可知道，旗袍流行至今已有几十年，洋装更是舶来品。尤其现在是在东市，东方最摩登、最包容的城市，新事物可以不被立刻理解，但也不应该被轻易的扼杀和排斥。无稽之谈，穿这种衣服简直是自贬身份。我可啊，
丢脸的是你们才对吧？他是东市最有名的电影明星上官梦蝶。真的吗？哎呀，这不是东市最红的明星上官梦蝶小姐吗？上官小姐想做衣服，我那里新到了进口的法国蕾丝和英国面料。顾小姐所提在万国服装大赛上的表现，我全程都看在眼里。能在短短10几分钟就化腐朽为神奇的设计师，怎么会是徒有虚名呢？我可是某人不识真经罢了。可是，上官小姐，您看看她这些设计，这么普通的款式，怎么穿得出去呀？这不是降低您的身份吗？哦，上官小姐，虽然这件连衣裙款式简单，但是我采用的是立体剪裁法，穿上会非常的显气质。您是否可以试穿一下？好，我试试。就算是上官梦蝶，也拯救不了你这破烂设计。等一下上官小姐出来发火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好像还不错哎。顾小姐的剪裁确实是无可挑剔，很合身。不过，这件单品确实是有些太简单了。就是，这么普通的衣服，连上官梦蝶都拯救不了。顾雪哥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徐小姐，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一件衣服的好坏，面料和剪裁只是基础，最重要的是搭配。上官小姐，我们来个叠穿大法，您可以戴上这个帽子，搭配这个包包，保证让你炸街。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哎呦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顾小姐设计这种简单的新款，是为了给搭配留出足够的空间。真是巧妙。你是怎么想出这些理念的？这不就是未来小红书上的爆款套路吗？咱们主打一个上半身基础，下半身就不基础，衣服只是背景板，配饰才是最重要的灵魂。真是绝妙的巧思。顾小姐，你店里今天所有的新款我全要了，麻烦送到我的公馆去。好的，上官小姐，为了感谢您，我们本店将为您提供终身8折的优惠。顾小姐果然大气，以后你这上的新款记得第一个通知我。一定。顾雪哥，今天算你走了狗屎运。雪哥呀，报上的文章和照片我可是看到了，说我们东市呢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女先生，我老太婆的寿宴可就指望你了。老夫人过奖了，我会用最实心、最舒服的剪裁方式，给您做出既显身份又舒服的衣服。好，那我们先来量一下尺寸。娘，80。祖母，雪哥的手艺和眼光，您是没见到他比赛的那景浩天。啊，人家顾小姐正忙着呢，你少说2句，别打扰人家。量好了吧？老爷，张先生，量好了，老夫人的尺寸我已经记下来了，回去立马开工。好啊，顾小姐，娘，你可是请了位风云人物来啊！雷达工总部的沈处长对顾小姐三番5次的大动干戈。张先生言重了，沈处长行事自有他的道理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裁缝，只好管好分内的事。父亲，雪哥他是有真本事的。祖母，寿宴那天您必定是全场最瞩目的。张笑生这是在试探我。
你去张公馆了？你这是在我身上装眼睛了？消息这么灵通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离张公馆远一点？你是以什么身份质问我？特工总部的官威耍到我一个小裁缝铺里来？顾雪哥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张公馆就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，里面藏着李先生的爪牙，还有山本的畜生。你去了，连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我都说了，我只是去工作，送一件衣服而已。工作？你以为山本上次失手之后就会罢休吗？他正愁找不到你的把柄，这一次张家的宴会就是最好的舞台，他们等着你自投罗网。听我的，不准去。沈如章，我去是有我自己的理由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到时候若有什么意外，别怪我袖手旁观。他知道了什么？还是在诈我？必须要尽快找到名单，传递出去。张家寿宴，东市名流汇聚于此，正是观察形势、寻找机会的绝佳场合。哟，雪哥，这是一副嗲的吗？哎呦，顾小姐来啦，还真是哪里都少不了你。徐小姐，今天是张老夫人的好日子，何必扫兴？快走吧，老太太等着我们。看你还能得意多久。哇，这房间真华丽，老太太您真有福气。老夫人，您屋内这香咸鲜中带着温润，自带一种高级的韵味，这莫非就是顶级的芽庄龙涎香？您真是好品味。雪哥，你这鼻子可真灵，这正是难得的芽庄龙涎香。这香气呢，它不冲人，但是却能让满室生馨，余香悠远。顾小姐，看来你的眼界也就如此了。这香再好，哪比得上真金白银很久远的宝石呢？老太太，这个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寿礼，熬了我1个多月呢。徐小姐，你有心了。不像有些人，怕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只好空手而来。礼贵在心，老夫人什么珍贵的礼物没有见过？若是我真随意拿件俗物，那才是真的失了敬意。老夫人，顾小姐准备的礼物送到了，在楼下客厅。那我们先赶紧去瞧瞧。老夫人，这些都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面料，因为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和款式，我就全都拿过来了。您可以挑一下，我回去为您量身定做。好，还是雪哥懂我的心思。祖母，雪哥为了这身面料，那真是费尽心血啊。这份心意必须足够重，才能让张家彻底记住我。顾雪哥，给我等来！今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雪哥，今后可一定要多来看我。老夫人厚爱，雪哥一定常来叨扰。老夫人不好了，您的祖母绿戒指不见了。这贼好大的胆子，这么大的宝石也敢偷？看看是不是掉在哪里了？不可能，吃饭的功夫怎么就不见了呢？那就好好找一找，肯定是掉在什么地方了。不用找了，这么大的宝石，我看让人偷走了。小姐饶命，我们可不敢。又没说你偷。算了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不见了就不找了。老夫人，那怎么行？丢了东西不找回来，那岂不是便宜做贼的了？是啊，丢东西是小事，家里有贼，那怎么能行？你好好想想，
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最后一次啊，徐小姐、顾小姐还有老夫人进房间之前还在的，刚才我进来打扫就不见了。什么？好啊，老夫人肯定不会偷自己的东西，我肯定不会偷，那这贼肯定就是顾小姐了啊！一定是你顾雪歌偷的，就是你！血口喷人，你没有证据，怎么随便污蔑我？那你说是谁？房间一共3个人，不是你还能是鬼啊？徐小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污蔑我的人格。你一个偷东西的贼，还有什么人格可言？你好了，这件事不再追究了，我们下楼吧。老夫人，怎么能不追究呢？老夫人，您宽宏大量，我眼里可揉不得沙子，这可不是钱的事儿，是品行的事儿。对，老夫人，我建议还是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免得我顾雪歌背上一个偷窃的名声。那好吧，那就查查。这个房间除了我们3个人，还有其他人进吗？回老夫人，没有了。那就奇怪了呀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间房间一共就我们3个人进过，那这宝石一定就在我们3个人身上，老夫人自然没有嫌疑，有嫌疑的肯定就是我和顾小姐。那这样吧，我建议搜搜我们的个人物品，这样才能查清楚。放肆！怎么能对客人搜身？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张家？孙儿说的对，不能搜。我同意搜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有什么要求？当然有，如果搜过我顾雪歌是清白的，那么徐小姐必须登报致歉。那如果证明你是贼怎么办？如果证明我是贼，随你处置。如果证明你是贼，那你就把店铺和技术通通给我，你滚出东市。好。不可不可，这件事不能闹大，我看还是算了。老夫人，为了雪歌的清白，您还是答应吧。那好吧，但是搜之前我有个要求，我和徐小姐签一个协议，白纸黑字，免得徐小姐抵赖。签就签。签完了，说好要把店铺和技术通通转给我，顾小姐可要说话算话。明天我也要在报纸上看到你的道歉声明，你也要说话算话哦。哼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所有物品。顾小姐，该你了。还是算了吧，徐小姐明显就是在羞辱你，不要上她的当。三公子，我顾雪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三公子放心。啊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是我！哎，真的有，你看，真的有哎！老夫人，快看，就是他偷的。顾雪歌，你还说你不是贼？老夫人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不可能，不可能是我！宗母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有什么误会？这个时候了，张三公子还在维护他。我们自己家的事，我们自己解决，还轮不到你插手。好啊，那这总和我有关系了吧？顾小姐，白纸黑字，你可休想抵赖。这不可能，这里面一定有阴谋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这戒指在你身上，又不是在我身上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是不是你诬陷我？是不是你？老夫人，快把他关起来，等一下他要杀人都说不定呢。老夫人，我是清白的。雪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来人，先带顾小姐下去。不是我不是贼，我真的是清白的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啊！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啊！今天是老夫人的生日，你们闹成这个样子，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姨妈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顾雪歌偷了老夫人戒指，还说我诬陷他。
哼，这个不是大闹风云的顾小姐吗？娜娜，偷到我家里来了？不是这样的，雪哥是清白的。搿到底哪能回事体？姨父，我晓得呀，你是看我长大的呀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嫣儿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是绝对不会说谎的。倒是这个顾小姐，到处勾引男人，可都传疯了。他们胡说。原来搿样子，侬下趟再敢跟搿个勿三勿四的女人鬼混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！张先生，我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，我也没有偷东西，是他诬陷的我。你闭嘴！老爷，就这个女人把咱们家景浩勾引疯了，这个女人一定要严惩。我看谁敢动雪哥一根汗毛。搿搭没侬敢我的地方。儿子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让你跟外面这种妖里妖气的女人来往，更何况她是个贼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贼，都是他诬陷的我。这戒指明明就在你身上，你少冤枉人。姨妈，这是他刚刚亲自写下的字据。好啊，来人，明天把这个店铺拆了，明天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家嫣儿的了。谁敢？听说张府有贼，我沈如章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沈处长，这是我张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特工总部来管吧？这件事自然不归特工总部管，但顾小姐的事就是我沈如章的事，我自然要管。姨妈，你看，这也是顾雪哥的情人，他一边勾搭张三公子，一边跟沈处长当情人，这种女人连东市的歌女都不如。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一点。姨妈，侬看呀，沈处长啊，顾雪哥偷的是我们家的东西，怎么处置，那也是我们家的事。我劝沈处长，还是找个清白的女人比较好，这种货色，白送可都不能要啊。顾雪哥，别以为沈如章来了就能救你，今天你死定了。我就问一句，在场各位，有谁亲眼看到这枚戒指是顾小姐拿的？既然都没人看到，那你们就凭这枚戒指在顾小姐身上，就认定是她偷的，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？到底是视而不见，还是蠢？那他说有人诬告他，他也没有证据，所以这件事情就算到警局，也定不了案。不如老夫人，你以后就好好看好这枚戒指。至于顾小姐，我就带走了。顾小姐，站住！沈处长，我们张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说教，你也太不把我张小生放在眼里了。来人，拦住他们！既然你这么不讲道理，别怪我无情了。哎呀！沈如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是我胆子大，我是实在没办法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放我们走就行。姨父，别信他，他没这个胆子在张公馆开枪。就是，我就不信区区一个处长还敢开枪。在张公馆开枪，的确没那个必要。不过，把徐小姐带出去，我沈如章还是有这个本事的。沈处长，不要冲动。沈处长，求你放了我。徐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还趾高气昂的吗？现在怎么就唯唯诺诺了？我还是喜欢你趾高气昂的样子。沈处长，只要你放了他，一切好说。张先生，我没别的要求，只要放我们走，我之后保证将徐小姐平平安安的送回去。若之后张先生想来找我麻烦，我特工总部随时欢迎。这件事跟顾小姐没有关系啊！沈处长，我答应你。姨父救我！待会一出门他会杀了我。杀了你就是弄脏我的枪。薛哥，我们走。不，我们现在不走了。我现在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，
同时也找到是谁诬陷了我。徐小姐，你的手段未免太拙劣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哼！大家看这枚戒指上的指纹，还真有，是大拇指的指纹。是，还真是大拇指的指纹。就算是有什么了不起，人人都有指纹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我就没有。没有。我今年27岁，做了5年裁缝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每天都是和针线还有面料打交道。我的手指头早就被无数血泡扎破，现在手指纹早就模糊了。还真是。看来顾小姐的本事是一针一线磨练出来的。这戒指在你这儿，你又作何解释？你知道为什么老夫人不追究宝石的事情吗？是因为这枚宝石是假的。什么？老夫人，您收藏甚丰，您应该最清楚。如果这枚宝石是真的话，为何它的切割面如此浑浊，毫无火彩？这不过就是一枚做工尚可的高铅玻璃罢了，对吗，老夫人？顾小姐，你真是好眼力。这个呢，是珠宝行拿来打样的，真品呢，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。什么？那盒首饰祖母绿的胸针才是极品，蓝宝石的戒指更是不同凡响。虽然很小，但它们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还真是识货。所以你就用一件赝品来栽赃我，侮辱我偷窃的罪名，还质疑了我一个顶尖设计师最基本的审美和鉴别能力。你说我诬告你，你没有证据。那就徐小姐把手伸出来，和这个指纹对一下吧。和这个指纹对一下吧。指纹或许模糊，但纹路丝毫不差。徐小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明明……我记得徐小姐当时给老夫人送的贺礼是用金粉丝线绣的。如果你没有碰这枚宝石，为何上面会有金粉？好啊，嫣儿，你竟然敢设局陷害！徐小姐，我待你如亲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害我们冤枉雪哥，你真是太可恶了！就是他，处处压我一头，我就是要他身败名裂。我靠的是真才实学，何须压你？是你自己不自量力，自毁前程。你清高，你敢说你没有一边勾搭张三公子，一边勾搭沈处长？三公子是我的知己，沈处长和我是君子之交，你以己夺人，实在可悲。够了！我念你是世交的份上，不再追究。从今以后，不许再踏进张家半步，滚！慢着，登报道歉，明日见报。若不及时，我亲自拜访。你受委屈了。顾小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为了弥补你，请你出席我的生日宴会。张先生言重了，能证明雪哥的清白，雪哥已经心安了。处变不惊，慧眼如炬。顾小姐今日让我刮目相看。张老夫人，您这位忘年交当真不凡。李夫人过奖了，雪哥只不过不想辜负老夫人的信任。顾小姐不必过谦。若你得空，可否来为我看看一事？终于，通往李家的路就在眼前。李夫人看中我，雪哥定当准时赴约。现在最关键的一步终于来了。
今天谢谢你。你每次道谢都意味着我要替你承担一次风险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因为我不想再也见不到这双不知天高地厚又比谁都干净的眼睛了。沈如章，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谁规定路只有一条呢？他到底是谁？一次次救我，一次次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话。沈如章，你面具之下藏的究竟是什么？是我。沈如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非法闯入！你刚才跟我说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难道不是吗？你是特工总部的处长，是什么？是走狗？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顾小姐，侬屋里向啥事体啊？刚刚梆梆响。阿姨，没事体，我是不当心踢着凳子了。顾小姐这是投怀送抱。放开我！放开你，然后让你再摔一次。你的平衡感可没有你的嘴硬。所以你还没告诉我，我明明锁了门的。也就2楼而已，全东市最好的特工，我认第2，可没人敢认第1。顾小姐不知道吗？所以沈处长是靠翻姑娘家的窗户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。吃醋了？放心，我只翻你家的。谁吃醋了？我是怕你压坏我家的窗户。那要不要我给你修一修？不必了，沈处长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，腰围该长到3尺。我的腰围是多少？顾小姐应该很清楚吧？上次不是很仔细的量过了吗？流氓！刚才我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沈如章，你到底是干嘛的？李先生的家宴，你不准去。凭什么？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裁缝，多接几单生意罢了。一个小小的裁缝，能让山本那条毒蛇死咬不放？你在我面前演，还是太嫩了。你凭什么就觉得我会惹事？你得自己想啊。糟了，难道他真察觉到什么了？不行，不能硬碰硬。沈处长，你位高权重，何必总是为难我一个小小的女子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要我好好照顾你吗？那我就好好照顾照顾你。放开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刚才不是很大胆吗？顾雪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很不专业？你连撒个娇、演场戏都是这样的破绽百出，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工该有的素质以及觉悟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的身份不重要，但在这龙潭虎穴里，我值得信任。喂，你不准走门！你这么晚出去，要是被邻居看到了，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好吧，顾小姐的清誉要紧。那你小心点。顾小姐，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才没有关心你，我是怕你在我家楼下摔死了，到时候特工总部的人来找我麻烦。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
沈如章，你一次次警告我，阻拦我，又一次次救我，你藏在特工总部处长面具下的究竟是什么？无耻。顾小姐的手法确实比那些老裁缝要细致得多。终于进来了，这就是李府，书房会在哪里？是夫人的仪态好，任何衣服穿在夫人的身上都会增色。下周府上有个小聚，来的都是些朋友，顾小姐若得空，不妨也来坐坐。承蒙夫人的邀请，是我的荣幸。哎，那就说定了，我很期待顾小姐那日的风采。成功了，李家的宴会就是接近书房最好的机会。看报！徐英儿小姐登报，向顾雪歌小姐公开致歉，看徐家渐渐低头认错。看报！顾雪歌这个贱人，竟让我受此奇耻大辱！小家息怒。听说李夫人亲自邀请她去参加宴会了。李府的宴会？是呀，她最近可是风头正盛呢。哼，既然她这么爱逞风头，那这次我就让她永远翻不了身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们大设计师吗？怎么张家的门槛踏平了，又来李家碰运气？徐小姐还真是阴沟里的黄鳝，成不了龙，还是改不了兴风作浪的毛病。你，顾小姐可把礼物拿好了，别又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劝你不要厕所里打灯笼，找死！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今天天气挺好的啊。哎呀，这是李先生的礼物。张总啊，客气了，破费了啊。客气。哟，李太太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哎呦，那是不是顾小姐？是啊。哎呦，顾小姐，欢迎欢迎啊！顾小姐，对，是啊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顾小姐吧？今天终于见到了，幸会幸会。这是我为李先生准备的礼物。谢谢。那我去吧。顾小姐在国际服装大赛上的表现可真是一鸣惊人啊！哪里，李太太，都知道顾小姐手艺绝佳，不知道今天给李先生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我为李先生准备的是一件西服。那不如把这个拿出来看看，让我也开开眼。让我们都欣赏一下。好，顾小姐啊，盛情难却啊，去把顾小姐的礼物拿来。西装我最喜欢了，男人一件好的西装在身上那就不一样啊，看看，一定是不同凡响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能送人吗？怎么，顾小姐，你拿这样一件衣服就给李先生啊？这不是羞辱李先生吗？是啊，这太过分了。顾小姐，啥个意思啊？又是这一套。徐小姐，我的衣服呢？请把我的衣服还给我。开玩笑，这就是你的衣服，我可没碰你的衣服。李先生，这个不是我为您准备的礼物。这不是你的还能是我的？这盒子上写的可是你的名字。盒子是我的，但东西被调包了，肯定是你干的。顾小姐，这里不是张公馆，你可以随便诬陷我，在这里可没人听你的鬼话。是啊，听说前几天啊，顾小姐大闹张公馆。对，我老早就听说她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李
西桑，他诬陷我，还打人，是成何体统啊！是啊，顾小姐，这里是我家，不欢迎你，请你立即离开。李先生，我的礼物肯定是被他调包了，把他的箱子打开来看一看，那件西装肯定在他的盒子里面。调包？你是说你那件破衣服是我早就准备好用来诬陷你的？正是，那就把盒子打开看看，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件棕色毛呢西装？那就把盒子打开看看，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件棕色毛呢西装？真的是，果然是啊！难不成真是徐小姐陷害顾小姐？刚刚进门的时候，在门口你说要看我的礼物，我给你看过了，所以你当然知道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就料到你会这么说。那我们就把内衬看一下，里面是否绣了一朵梅花？夫人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哎，真的有哎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朵花在你刚刚看衣服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凭一朵花就能证明是你做的，也太好笑了。当然能，因为你绣不出来。你凭什么说我绣不出来？说你绣不出来，你就是绣不出来，哪有为什么？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，所以我提前有准备。这朵花我采用的是法式刺绣技术，这个就是我刺绣时所用到的工具，这个是我之前的刺绣作品，将它两者相比，大家便可知道。哦，还真是差不多。可这也不一定能证明就是顾小姐做的，万一徐小姐也会呢？对，就算你会，也证明不了就是你做的。我也料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你来绣。什么呢？绣吧，徐小姐。对，绣一下吧。绣吧，绣吧。请吧，徐小姐。你要我绣，我偏不。你该不会是绣不出来吧？大家有没有看到前2天徐小姐的登报致歉？在张公馆，徐小姐污蔑我偷了张老夫人的钻石。今天在李先生家又调包我的衣服，明明是你欺负我。哎呀，不用说这么多，快绣吧，徐小姐。是啊，是啊，徐小姐，绣了就能证明你的清白了。绣就绣。下针方向错了哦，针线这么细，恐怕徐小姐是看不太清楚吧？顾雪哥，我跟你没完，咱们走。以后这样的人家里面就不用来了。郭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一场误会，哎呀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李先生，我顾雪哥是不会因为这种人生气的。顾小姐，侬真是宽宏大量啊！来人呐，去把我书房那一套东阳领事夫人送我的面料拿来。去，就在书房。是。哎呀，顾小姐，这套面料就当是我们夫妻俩向你赔罪了。那就多谢李先生了。真不错啊！是的呀。沈处长，沈处长，他好帅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是怎么警告你的？什么警告？抽什么风啊？山贝已经盯上你了，我警告过你不准来这里，不准有动作，你都当做耳旁风了是吧？我受邀来参加宴会，凭什么不能来啊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可以，
但今晚不行，今晚很危险。难道他真的发现我的任务了？看来我真的要迷惑住他才行。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沈处长，你这么关心我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就是一只小白兔，你在这装什么狐狸？他们不是在那儿吗？哎，在那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沈处长，你的追求者来了。怎么，你这就害羞了吗？被人看到多不好啊！那就让他们看好了。我和顾小姐谈恋爱，你们也要凑热闹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沈处长是真的喜欢我吗？我要不喜欢你，我早就看着你死在特工总部监狱了，省得你惹出这么多麻烦。那如果沈处长是真的喜欢我的话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去个没有人的地方好不好？你想去哪里？去一个不会有人打扰我们的地方。带你去。你竟然带我来这里？是啊，这就是我说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。你还真有意思，可惜我不能陪你玩了，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。你还真是大胆。要玩就玩点刺激的。我特工总部机要处处长，什么刺激的我没见过，你想怎么玩？沈处长应该审讯过不少女犯人吧？当然。那像我这样的，沈处长审讯过几个呢？审讯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我要让沈处长记得我才对啊。顾小姐，谦虚了，像你这样的很难让人忘掉。真是荣幸。那我得让沈处长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才对。找到我可是有奖励的哟。是啊，这个好点子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我家里有一批上好手的，上啊，特地去我那儿看看。李先生，山本顾问，我要找沈处长。我怀疑沈处长和顾小姐是革命组织的卧底。山本顾问，这里是我家里，你跑到我家里面来抓人合适吗？有人看见过他们俩吗？刚才我看见他们去了李先生的书房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个东洋潜伏人员名单，我不能拿走文件让他们起疑心，我必须把这些都背下来才行。顾小姐，没想到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沈处长，你误会了。把文件放下。果然是你！
把他们抓起来！把他们抓起来！幸亏情报没丢，你们不应该来这儿。带走！早就怀疑你们两个人不对劲儿，今天终于被我抓到了把柄。我和顾小姐调个情而已，算什么把柄？哼，调情？这么大的房间，为什么偏偏是李先生的书房？我并不知道哪个是李先生的书房，可是沈处长知道。那我也只是想和顾小姐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天，我带她去的，仅此而已。他居然说是他带我来的，难道他在保护我吗？那你拿枪对着他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警告顾小姐，不要乱动李先生的东西，没别的意思。既然问你什么都问不出来，那我就只能问问顾小姐了。有什么冲我来，别动他！顾小姐，你一个裁缝，为什么对李先生的书房那么感兴趣？你一个裁缝，为什么对李先生的书房那么感兴趣？我只关心衣服和鞋子，我并不关心李先生的书房。哼哼，也对，你们中国女人只懂做衣服，哪儿懂什么国家大事？我是不懂什么国家大事，但是我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们中国人的脊梁是打不断的。你也只是4万万个中国人其中一个。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我们东洋人的手段。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我顾雪歌绝不屈服。真想不到她一个弱女子，居然这么有骨气，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。来人，上重刑！谁敢？谁敢？沈处长啊，你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沈处长呢？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。有本事冲我来！你动一个女人也太卑鄙了。卑鄙？我还可以更卑鄙。沈处长，好好看着。哼，山本，顾小姐就是个弱女子，估计没挨2下就死了。她死了，你跟上级不好交代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本事冲我来，正好让你试一试我沈如章的嘴有多硬。好啊！我倒看看东市最好的特务在这流水的刑具下面能撑多久。沈如章，你快放开他！沈如章，住手！你放开他！沈如章，你醒醒！沈如章，你快醒醒！你没事吧，沈如章？别哭了，死不了。都怪我太冲动，沈如章。别怕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但我绝不会让他们伤你分毫。雪哥，记住，如果他们提审你，就把所有事推到我头上。不行，我做不到。你做得到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说过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
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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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，好一对亡命鸳鸯！外面的记者是不是你们搞的鬼？山本，顾小姐是公众人物，你抓她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。那就要看看是记者的笔快还是我的枪快。去，把顾雪歌的衣服给我扒了扔到院子里。是，来，过来，走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雪歌，放开他！放开我！山本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沈处长，你最好省点力气，好好来看看这场戏。住手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早这么合作，顾雪歌就不用受这个罪了。给他放开。要我说也可以，给我准备一间干净屋子，还有一桌子酒菜。我沈如章就算死，也要做个饱死鬼。少跟我耍花样！我都这样了，还怎么耍花样？把他带到审讯室。别动！过来！把枪放下！退后！快追！你中枪了，皮外伤而已，我没事。你呢？我没事，有我在，别怕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我带你回家。嗯。沈处长出来了，放了他们！放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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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以为你逃得出监狱门，能逃得出这扇门吗？我想走，我自然能走。可惜，我今天好像死不掉了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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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紧我。沈如章，我真的开枪了。山本，如果你明天想见报，就尽管开枪，就是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答不答应了。你别以为有外面这些记者给你撑腰，你会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这儿永远都是我们大东洋说了算。走。沈如章，放了他
没什么致命伤，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谢谢医生。这边请。多谢三公子帮忙找医生。为了顾小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只不过，留一个大男人在家里，真的合适吗？毕竟是他救我出来的，等他好了，我再让他走就是了。顾小姐对沈处长情意颇深啊。看来之前留言说你是他女朋友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我真的不是他女朋友，你误会了，三公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过几天我父亲生日宴，你一定要参加。我当然要去啊，我还要传递情报呢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你。那我们宴会上见。宴会马上就到了，我连接头人是谁都不知道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顾小姐。阿姨。阿姨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顾小姐呢，刚从特工总部出来，我是来看看顾小姐的，顺便呢，有件事情想问问你。你说。我就是来问问你，你情报拿到了没有？什么？阿姨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不用藏着掖着，我知道你是革命组织的人，我也知道呢，你去李先生家里是拿情报去的。阿姨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哦呦，你不用瞒我了，我就是你的上线，你也不用疑心。如果你拿到情报了呢，也不用对外说，也不用跟我说，你只要按照原计划传递出去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不是我的邻居，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？是的。那街头暗号你知道吗？到那天你去宴会厅找一个手拿一朵玫瑰花的人，那个就是和你接头的同志，一定要记住。我一定完成任务。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阿姨，你慢点。他信了，信了，没起疑心。没有，他单纯的很，我稍微说他就信了。哼，看他们还怎么逃。你醒了。我想喝水。好，我扶你起来。慢一点。慢一点。想不到顾小姐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就你会耍贫嘴。那些报社的记者是你安排的？知道你去理公馆之后，我就联系了报社的朋友。之后，要是我和顾小姐任何一个人被抓走，你们都去特工总部门口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知道了。那些开枪也是你安排的？我不想开枪的，可好像出了这样，就没办法救你了。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你为什么一次次的救我？你别跟我说你喜欢我，我不信。因为你让我想起了一首诗。什么诗？秀艳女子非因物，夜夜龙泉闭上明。这是秋瑾的诗。你一个汉奸，
居然喜欢秋瑾的事。不对，在监狱的时候是你放的水，在赛场又是你替我解的围，现在又冒死救我。沈如章，你到底是谁？除了秋瑾的诗之外，我还喜欢一句话：喜悦无依，与子同梦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你这条路我走得太久了，太远了。同志，你总算认出我了。你也是哥？好啊，原来你一直在耍我。没办法，我是67号的人，不能太明显的保护你。如果直接告诉你，你又不会相信我，只能这样。花言巧语。哪里痛？这里。我怎么没看到？好啊你，原来是占我便宜，我不理你了。你舍不得不理我。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这就想赶我走了？对啊，你都好了，一直待在我家，被邻居发现多不好。谁说我好了？再说了，想让我走，可没那么容易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想让我走也行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不答应，哼！一件很小的事。什么小事？帮我做一件西装。沈大处长又想搞什么花样？难道又有什么潜伏的任务？没有，就只是穿给你看。好了，面料和款式都已经选好了，1周之后过来取。还没给我量尺寸呢。拜托，我可是最好的裁缝，用眼睛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喂，干什么？我要你亲自给我量。你脸红什么？我哪有啊？你为什么要咽口水啊？你这里太热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怎么会热啊？是吗？那你怎么还流汗了？好了，你别动了，我要给你量腰围了。量好了吗？
量完了。该我给你量了。你放开我！我们这又算是什么？你说是什么，就是什么。我都说了，我是穿越过来的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顾雪哥，我们这一行朝不保夕，有些话今天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想说，第一次监狱遇到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麻烦，但后来你就像一团火苗一样横冲直撞，把我原本的黑暗全部照亮了。你问我为什么救你，一开始是任务，到后来就是情不自禁了。我才不信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那我用行动证明好吧？等战争结束了，我带你去我的家乡，那里有一片很美的竹林，我们一起离开这一切，行吗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得美。想得美，也得先讲过再说。我都说了，我是穿越过来的，等完成任务，我还是要回我的时代去。顾小姐，就算你想骗我，也不能用这么烂的理由吧？我真的没骗你，我叫顾雪歌，我……行了，就算你是骗我的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景浩，明天就是你父亲的寿宴，你可得记得请顾小姐啊。祖母，我已经请过了，雪哥说他会来的。那太好了。像顾小姐这么聪明又能干的女孩子，要是能做我的孙媳妇儿，那可就太好了。妈，这个顾雪歌呀，就是个裁缝，配不上景浩的。我儿子景浩找的必须是高户人家的女儿。裁缝怎么了？裁缝还是手艺人，侬不要太势利眼了。雪哥那么好，景浩你可得把握住，祖母支持你。祖母，那我想明天向他求婚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我们就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哼，这顾雪歌凭什么嫁进我们张家？她也配啊？我看顾小姐就很不错嘛，明早在我的寿宴上就宣布顾小姐以后就是阿拉屋里的儿媳了。那太好了。那可太好了。老爷，吃饭吃饭。哎呦，顾小姐，我们终于要在一起了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今天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这身衣服点了，终于来了，正好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啊？什么事啊？顾小姐来了，顾小姐，顾小姐，请问你是如何从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出来的？是否是张家给你的帮助？顾小姐，您和沈处长是什么关系？您和张三公子又是什么关系？我……好了，你们不要缠着雪哥了，他可是我们家最尊贵的客人，你们不要捕风捉影。雪哥，我们走。
这个顾雪哥每天大出风头，老夫人和老爷还那么喜欢他。姨妈别生气，今天我有顾雪哥的把柄，保证让他出不了风头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。昨天我们家一家人商量过，就在今天向大家发布一个重大事宜。经过我们一家人的同意，顾雪哥顾小姐将成为我们张家的儿媳。什么？他顾雪哥怎么会是张家的儿媳？是啊，他不是沈处长女朋友吗？是呀，沈处长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？张先生，您了解顾小姐和沈处长的新闻吗？传闻他们是情人关系。这个早有耳闻，但是我更相信顾小姐的人品。是呀，那些流言蜚语不要相信。顾小姐，你又是什么时候和三公子在一起的？我没有。雪哥，你不用害羞，我们知道你喜欢景浩，景浩也喜欢你，我们全家呀都支持这门婚事。老夫人，我和三公子只是朋友关系。这朋友？那您和沈处长是什么关系？我和沈处长是什么？顾雪哥，你倒是说啊！三公子真当自己娶了什么冰清玉洁的大家闺秀，他不过是个周旋于男人之间的。徐安，你闭嘴！徐小姐，您说顾小姐和沈处长不是朋友关系，那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他们啊，是情人关系。情人关系啊？他们早就在一起了，不会真是是吧？听说他们早就有一腿了，还不承认？就是。没有根据的事，不要下杠。是啊，我们相信雪哥的人品，他不会骗人的。姨父、老夫人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和沈如章就是情人关系。你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污蔑我？哦，得证据啊？喏，这就是证据。可到底怎么回事？顾小姐，你不是说你和沈处长没有什么关系吗？那这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他顾雪哥就是一个交际花，恐怕沈公子没看上他，他又来勾搭三公子。我就说嘛，沈处长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呀？好啊！我说什么？我就说她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。顾小姐，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。对，解释清楚。这张照片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你确实没有什么可解释的，你倒贴沈处长，他看不上你罢了。原来是个能干啊！雪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雪哥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是不是沈如章的情人？我不是。哎呀，就是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顾雪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让我来保护你。哎呀，景浩，你是疯了吧你？三公子，你都看了照片的呀，你怎么还向他求婚呀？我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只相信顾小姐。三公子，你快起来吧，你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啊。
三公子，强人所难，好像不是君子所为吧？更何况，顾小姐本身就是我沈如章的人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保护了？好啊，沈如章，你还敢来？是啊，沈处长。那我想请问呢，这些照片该作何解释啊？这张照片是不是你和顾小姐？这照片的确是我和顾小姐。原来顾雪哥还真是交际花呀！就是啊。这些照片虽然是我和顾小姐，但她是被我强迫的。我正在追求顾小姐。好嘞，谁不知道你沈处长风流成性啊？多少高户人家都想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又怎么可能看上区区的一个女裁缝？就是，什么样的女人你追不上，怎么会看上她？就是她可是沈如章啊！我还以为顾小姐多厉害呢，原来是被玩弄了呀！沈处长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女人？在我心中，顾小姐就是最好的，哪是你们这些俗物可以比的？难道我追求顾小姐一时冲动，这也能上新闻吗？你用这样下流的手段勾引顾小姐，真是可耻！我可耻？三公子，你跟顾小姐是朋友吧？可现在却单膝跪地向她求婚，这难道不是将顾小姐架在火上烤吗？难道你就不无耻吗？我把她架在火上烤，也比你这样的禽兽强。就是，嘿，那你们这算什么？强抢民女吗？我强抢民女？那三公子，顾小姐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她被这个女人诋毁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好了，都不要说了，今朝闹成这个样子，实在是难看，都给我住口！老爷，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允许顾雪歌这样的女人嫁进我的家门做儿媳妇儿。就这样浑身上下不检点的女人，嫁到我们家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就是啊，姨父，这样不清不白的女人娶进家门，那才是给张家丢脸。够了！我不是一个物品，被你们评头论足，争来争去。我和张公子只是朋友，和沈处长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也由我自己决定。我今天就是来参加宴会的，等宴会结束，我就立刻回去。至于你们说我是交际花也好，说我轻薄也罢，我顾雪歌不在乎。清白对一个女孩子很重要，你怎么可能不在乎？你放开我！你给我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好，既然是我给你惹的麻烦，那我替你解决。我在这里郑重声明，顾小姐想跟谁在一起，是她的自由。若是我之后再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她的清白，那就冲我这支枪来，就冲我这支枪说话。你也就会开枪，你动不动就掏枪，算什么本事啊？沈处长，请你收起你的枪，我不需要你保护，今后也请沈处长自重。你一个弱女子经历这么多，真是为难你了，我又该怎么保护你呢？这个沈如章真是麻烦，他这样大闹一通，不知道我还怎么找接头人。
你看他那副样子，得意不起来嘞。这个老太太啊，姨妈，侬勿欢喜搿种事体了。欢迎光临。顾小姐，能给您再斟一杯吗？你尽管倒就好了。难道是他？得想个办法。喂，你这个服务员是怎么当的？你没长眼睛的吗？对不起，顾小姐。明明就是自己不小心倒的，还要怪在服务生身上。就是，你这一身衣服能值几个钱？哼，我看你啊，是想讹人。张夫人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我这个衣服的面料，如果你真的认识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顾小姐，少吹牛了。我希望你能懂得，不管这身衣服多少钱，那在我们张家面前都是属于不值钱。切！顾小姐说的没错，这件面料格外的珍贵，在东洋呢，也只有贵族才穿得起。山本顾问真是好眼力。你一个服务生的工资，估计是支付不起这个衣服的。顾小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并不打算为难他，只要让他带我出去处理一下屋子就好。好的，顾小姐，我这就带您去。天哪，还好有惊无险。哼，顾雪哥，今天你死定了！顾小姐，今天得罪了。没关系。长话短说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？你就是要和我对接的人？是的，顾小姐，请把文件交给我吧。好。根据传递情报的规定，你是不能直接打开情报，而是直接上交给上级，能晓得个吧？晓得。就这一张纸吗？这就是全部情报？这就是我全部的情报。哼，顾小姐，多谢了，你果然是个单纯的人呢。什么？顾小姐，终于抓到你了。顾小姐，你终于露出马脚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我之前就怀疑你是革命组织了，之前3番5次都让你跑了，这次看你怎么跑。你把枪放下，我们好好说。把枪放下，让沈先生再来救你。我今天就在这杀了你，然后嫁祸给他，看你们怎么办。这次看他怎么保护你。山本顾问，都败给我这么多次了，还不知道我沈如章的厉害吗？沈处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身为特工总部机要处的处长，难道也要背叛我们大东洋吗？她一介弱女子，我自然不可能相信你说的话了。不相信？她传递情报被我抓获，难道你也不相信吗？难道你们是一伙的吗？我和她自然是一伙的。说到背叛，我从来都不是东洋人，何谈背叛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今天我就要好好的跟你们算一算总账。山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就请顾小姐自己说说吧。刚才在后花园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他两人私会，被山本顾问撞破了丑事。哎呀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私会？哼，他们就是在传递情报，他们是革命组织的人。什么人？革命组织？山本顾问，你血口喷人！
我不过就是酒后闷热，去后院透透气，你便持枪威胁，现在又编造出如此荒谬的罪名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好一张利嘴！那沈处长你呢？我只是看顾小姐出门良久，担心她一介女子，在陌生环境遇到危险，便出门寻找。刚出门，便看到山本顾问拿枪指着一介弱智女流，我出手阻止，何错之有？好一对伶牙俐齿的男女！我不是革命组织，我是特工总部的人，是抓革命组织的。那顾小姐你呢？我就是一个裁缝，革命组织长什么样我见都没见过。人赃俱获还不承认是吗？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来呀，整人上来！阿姨，你……顾小姐，想不到吧？我是山本顾问的人。山本，你监视我！在你潜入特工组织之前，我就安排了我的手下住在你的隔壁。在你进入李先生的书房之后，我就更确认你是革命组织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李先生的书房。不知道？我料到你拿到情报之后会传递情报，于是我就安排了我的人去接近你，看你会怎么办。到那天，你去宴会厅找一个手拿一朵玫瑰花的人，那个就是和你接头的同志，一定要记住。我一定完成任务。你胡说！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情报，我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张纸写的就是大东洋在东市的特工人员名单。什么子？这么重要的情报都敢偷，简直胆大呀！枉我张某对你这么信任，还领你到我家来，简直是引狼入室。张先生，这不是真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不承认吗？山本顾问，你真是编了一手好故事，你不去写电影就可惜了。你在说什么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张先生，您是此地的主人，德高望重，现在就由您打开，让大家来看一看。张先生，我是清白的，肯定是他诬陷了我。张先生，顾小姐她不是革命组织，我用性命担保，顾小姐是清白的，是被她陷害的。拿性命担保？我看你还能担保得了什么？张先生，不要！别！山本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重要情报？不可能！山本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不要再演了，它就是一张白纸。顾雪哥，你算计我！没错，从这位阿姨带着异香的上海音靠近我时，我们就起了疑心，所以将计就计，陪你演了这出戏。她竟然想用假情报陷害我，那我就给她一张真的白纸。那我就召集人手，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控制局面。真相就是你屡次抓捕革命组织，无功而返，你无法向上峰交代，所以就栽赃我和沈处长。山本，你竟然在我的张公馆，在我的生日宴上行如此卑劣之事，你当我张公馆是什么地方？来人！张先生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他们才是革命组织。带走，我自有决断。你们从一开始就是算计好、串通好的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们是怎么陷害你的？哼，从什么审讯、劫狱，统统都是你们串通好的。已经没人相信你说的话了，成王败寇，你还是束手就擒吧。沈处长，你别以为现在得到了好处，你们的情报是根本就传递不出去的。我已经联系了革命组织总部，解读取消。情报改任你和我亲自传。今晚我们只有一个任务：抓住山本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别以为占了山东，进了东市，你们就赢了。
我告诉你，你们这只不过是历史长河里面的一朵小浪花罢了。你信不信，5年后，你们将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，全面溃败，滚回老家。而70年后，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世界的第2大经济体，你们都会抢着和我们合作。我们的文化死不了，人民更死不了，而你们将会成为历史上的反面教材。带走。那沈先生、顾小姐，你们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我送。有时候看你说的话，真觉得你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。也许吧。好了，现在事情都结束了，我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了，还好没有辜负革命组织先辈的牺牲。我想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回去？难道你真的是从2025年来的吗？当然了，我都说了，我叫顾雪歌，我来自2025年东市永兴集团的设计师。那天在整理产品，不小心触摸到了那个带有血迹的旗袍，一下子给我带到了1940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穿回去了。带血旗袍？是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血迹是怎么来的，直到那天看到那个革命组织先辈牺牲时，我才知道那个血迹是他的。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我为了不让他被山本折磨，才这么做的。我知道，以前我只在课本上看到那些英雄事迹，直到这次我亲眼目睹，简直是大受震撼。不过还好，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。所以你看，我这次没有给85年后的中国人丢脸吧？你又在以为我在说瞎话，你最坏了，不理你了，我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回家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事业？为了让未来每个中国人都站在阳光之下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许再这样子了。是你说的，不让我走门。你又跟踪我，又想调戏我是不是？今天那张照片可把我害惨了，我可怕了你了。好了，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我和沈处长今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相干，江湖再见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好啊，那我就问一个问题，问完了我就走。那你快问了。如此美丽的优秀的顾大小姐，不知道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沈如章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。我都说了，我来自2025年，我是要回去的。那我就陪你一起回去。你一个动不动就拔枪的莽夫，谁下带你回去？那我不管，我的命都是你的，你必须要我。谁也难舍，放弃了主动权，交出岁月。
祝贺你们顺利完成任务，同志辛苦了。这份档案拯救的是成千上万同胞的生命。你所在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个时候，东洋人早就被赶出了中国，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，更加强大。那里的东市灯火璀璨，万家安宁，每一个中国人走在大街上都昂首挺胸。真好，真想去你所在那个世界好好看一看。好啊，那我带你去看。